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认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来，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王，29岁，来自内蒙古；电工小鱼，25岁，来自内蒙古。服装导购，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有什么问题？他比我大4岁，当初他说会包容我的小任性，但现在他看我哪都不顺眼，这不是对我腻了吗？他太作了，耗费了我很多精力，还说我不够爱他。我才29岁，被他熬得颓废了。你觉得你俩的感情会长久吗？我不太确定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总是敷衍我，他还死板无趣，总是跟不上我的节奏。我想长久，但他任性和无理取闹，还总拿感情绑架我，我真的吃不消了。29岁熬不动了是吧？熬鹰呢？我就感觉他比我年轻，玩的精力啥都比我旺。你也年轻啊，咱一点点说说吧，咋就熬不动了呢？因为他每天都特别的能玩，一休班啥的就会出去玩，出去唱歌了、逛街了，一玩就得玩到半夜12点左右吧。哦，还真是熬鹰啊！我就觉得吧，他不是我熬，明明是他啊，是他跟不上我的节奏。哎，对，现在年轻人嘛，就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嘛，对吧？啊，你一般都熬到几点？12点多吧，有时候2点多。他呢？他每天10点多就睡了，那你说说是不是跟不上我节奏都？这节奏第二天几点上班呢？我第二天是7点半。那你几点起床呢？6点。所以这确实是有点熬人哈，这是熬不动了，生活节奏跟不上。还有啥？你说他作是吧？咋作了？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那阵我刚下班，他就跟我说他要分手。那阵我俩感情挺好的，我就感觉很莫名其妙。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分手啊？他说这种事情得当面说清楚才行。然后我就开车过去了，因为我在北京上班，他在燕郊那边。哦，我开车过去的话需要2个小时。然后到他这边以后呢，他给我发了个位置，是在饭店。我寻思他是想跟我边吃边说，把事情说清楚。然后我到了饭店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好多朋友在一块吃饭。然后我一去了，他朋友都笑了。然后我寻思这是什么情况？问他这咋回事啊？他说他跟他朋友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看看我在不在乎他。这不都把我当成小丑了吗？特别能作，我就感觉。我怎么作了？那明明就是你的问题。我就是想看你在不在乎我嘛。咱俩都处了3年多了，对吧？第二，我就是为了报复他呀。咋还报复了？对呀，他之前跟我朋友一起吃饭，他就当着我面夸别人的女朋友，说年龄大的、懂事儿、听话、温柔，意思那就变相的说我不听话、不懂事、不温柔呗。我不是那个阴阳他的意思，我就顺着人说2句，夸了人2句嘛，我没特别的意思。然后他特别生气，他上来就拍桌子，然后就把人盘子还摔了。哟，你这么火爆？你想想，换做在座的各位，你也是女性，对不对？你是不是也生气？问他们这个和你们差不多年轻人嘛？你们他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回答？我会哦，有一个站你的，肯定会呀，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再加上都是女性，对不对？女生最能了解女生了，那肯定会介意，但是不会摔盘子吧？哎，成熟的表现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但不会摔盘子。那你看脾气来了，他就控制不住嘛。啊，对，他说一作说你作吗？这算不算作吧？不算。哦，这也不算作。哎，你那个脾气来了控制不住，是你真的控制不住，还是说你不想控制？就是控制不住呀！我说脾气来，说来就来呀。哎，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吗？都谈了3年了，知道这个关系吗？知道我们的关系，都认识是吧？对，都认识。啊，你爸妈喜欢这姑娘吗？也感觉她有点幼稚吧，因为我们也认识挺长时间了嘛，每逢过年过节的都会去那个双方家里，然后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知道他爸妈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每次都特意的精挑细选的带一些东西去他家。他来我家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爸妈喜欢什么东西，让他带点东西，然后过来。然后他来之后什么都没带，说要跟我爸妈朗诵一首诗歌，表示一下特别的心意。对呀，我朗诵诗歌怎么了呀？对吧？人家有点新的创意嘛。他就感觉他特别多才多艺。然后你朗诵了啥诗啊，姑娘？我先朗诵了一首《再别康桥》，因为我觉得这《再别康桥》吧，它有点表现离别之意。我又选了好几天素材，才选出了一个母亲冰心的。哦，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行，展示小段。母亲冰心，
母亲呀，你是天上的繁星，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在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而我躲在你的怀里，没毛病吗？大家看看，对吧？挺可爱的呀，挺好的呀。但是就是中华的传统品德，不是串门啥都该带点东西嘛。然后我父母听了之后，感觉挺蒙圈的。对，这个词儿形容挺准确，父母可能有点蒙圈。他可能去超市里买个东西就花了3、5分钟，但是我为了练这首诗歌，我花了多长时间呢？我又得练发声，我又得练感情，还得记词儿，还得背词儿，那都是最基础的。我还得练动作，对吧？我就是为了什么呀？我就是为了想给他父母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对吧？当时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你还别说，他还觉得我对他父母怎么样呢？我还觉得他父母对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呢。啊，怎么回事？人家的父母，对吧？知道自己准儿媳妇要来了，那肯定高高兴兴的呀，对吧？老早的买好菜饭备上，对吧？但我上他家去呢，人儿都没在家，让我迟等了半个多小时。那你说说，是不是就想给我个下马威，就没把你准儿媳妇当回事儿呢？不是，女生，你们去的时间是定好的吗？定好了呀。几点？定的是11点呀。然后父母11点不在家。对呀，没在家，11点都不在家，11点半才在家的。因为我父母感觉东西准备的不够齐全，完非要还要再出去准备一下，他们就去又再买一些东西了，所以后来又晚了半个小时。那嘴长在他身上，他咋说都有理儿。具体人家在背后咋蛐蛐我，咱也不知道。不是姑娘，咱这样啊，不管人背后有没有蛐蛐你，反正当时那桌饭吃的还算顺心就行了呗。嘿呦，咋的也不满意啊？反正我就觉得吧，挺那啥的，不重视你。可不是的，那搁谁谁心里都不痛快。那你不睡觉都干嘛呢？就是玩手机啊，玩手机他都能玩到2、3点，有时候。那除了玩手机呢，爱出去玩吗？他出去也挺爱出去，会出去唱歌，唱完歌会去吃个饭了。反正一般都会玩到挺晚。他感觉他自己早了睡不着觉。那你不陪着去唱歌啊？我有一回陪他去唱歌了，但是他还生气了。就我跟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吧。我本来就爱唱歌，那他上那儿唱歌睡觉去了，那你说我自己在那唱独角戏呗？因为那天工作有点累，然后我跟他道歉了，毕竟我就感觉我没有他精力旺盛嘛。平时他要是看个电影，看个哪吒，他都能看3遍，看完3遍以后他还要看。你说看就看嘛，然后非得要看那种午夜场，看完还可以吃个夜宵啥的。但是我是在北京那边过来就需要2个小时，我4点多还要回去。我跟他处对象之前，我感觉我是一个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后来跟他处对象以后，天天给我熬的，我感觉我黑眼圈都出来了。他跟我闹吧，每回闹还跟我动手，你看每回都能挠到我啥的。就你睡着了，他把你挠醒。对，他就扒拉我动我，然后那是他自己脸皮太薄了。那就是欠挠，活该！我跟你说，而且我就怎么了？我怎么就给你熬成黑眼圈了？大家都说我唱歌像杨幂，那杨幂在你旁边，你还能睡着？你可以给大家唱一下。你看大家看我唱歌像不像杨幂？来，我们情感舞台开始。那必须的。把你放在心上。好，鼓掌！姑娘，你这歌我确实不好恭维，只能说可爱，挺可爱。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又爱唱，又爱朗诵，活泼开朗，又能熬。估计她这个和朋友关系啊，这个小年轻们都关系不错吧？对，她跟她朋友关系都挺好的，她朋友也挺多的。然后有一次，
你就别说有一次了，我就这么说吧你咋不。让他说话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么可爱，这么漂亮，是不是除了他还有别的男生喜欢？你就不让人家说，有没有？有挺多的，那他让他讲嘛，其实那件事儿，其实他比较清楚。我跟你说，其实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时间久了。之前我想找个比我大的，就是为了啥？成熟稳重，对吧？然后现在倒可好，那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对我腻了，现在就变成了怎么样了啊？幼稚、轻狂、冲动，然后就是，那次啥嘛？因为那次我给他打了好，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没接，然后他没接以后呢，然后后来他又接了，他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跟别的男的出去吃饭了？然后他就挂了以后我就去找他了，因为他感觉我不信任他。啥意思呀？怎么就好好让打电话他不接？因为我是干服装导购的，干服装导购呢太累了，就是尤其是周六周日，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然后我就太忙了，我到家回头就睡了。结果我醒来发现，一看都有60条加了消息，然后微信打到爆，我就寻思他应该是太着急了，然后想问问我干啥呢，我就给他回过去了。结果他一上来就3连质问。你干啥呢？在哪儿呢？又咋的了？是不是又跟哪个男的出去了？因为他吧，他就是这个人就爱玩嘛，一休班就爱出去玩，再加上我俩异地，再加上有一次我碰巧瞥见他微信，他跟一个男的聊天，然后那男的问他晚上有时间吗？咱一起出来吃个饭喝个酒，然后他就说行，我就感觉没有安全感嘛，可能又对他有点不信任。然后我说要不你把你手机给我看看，我看你手机到底有没有啥。他可好，他又来气了。他说：“你看我手机行，你要啥也查不出来，咱你就分手。”然后我就寻思，那就算了，我也不查。我就觉得情侣之间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连信任都没有的话，压根就没必要处对象，压根就没必要在一起。而且我俩又是异地，他在北京，我在燕郊，对不对？那不能每天都天天都来看我手机、翻我手机吧？我还没点自己的隐私了吗？我还没有点自己的社交了吗？但是那个给你打电话叫你喝酒的男孩是咋回事？我又不是跟他单独出去的，是他带着他女朋友一起，我们仨一起出去的，对吧？那怎么了呀？我也得有点自己的社交，可能他的男朋友就是为他的女朋友着想，对不对？你看我们俩都是同龄的，还有人跟他女朋友作伴，我俩还能一起没事出去逛个街了，喝个奶茶了，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到他这就变成了对我的不信任。主要他干嘛都从来都不告诉我，我去哪儿干嘛都会告诉他一声。人都有3级，对吧？你能天天的上厕所都得跟我报备一下吗？如果这位男士不跟你报备，你会生气吗？会。那你相同的呀，再加上你刚才不是说了，你困急眼了也睡着了，对呀。那他，你听我说完，那他陪在很累很困的情况下陪你一块出去唱歌，然后他睡着了，你还在你身边呢。我就行，他就不行。哎，他就是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女生就必须得受到偏爱，女生干嘛都行。我为什么要找个比我大的，对不对？比我大的他就得会疼人，会照顾人。29，他不是92，你也不是也是25吗？他也比我大呀，比我大经历了4年，比我多那个吃了4年的鲜盐呢，对吧？如果那个男士和别的女性经常去唱歌去 KTV， 你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呀。他不让你去，那不行，分手行我就不行他，那就分手呗。你有点志气，行，那分。凭什么呀？就是你这个态度，你凭什么？你别较劲，你没看那男生在旁边每个字儿的一直笑吗？但你们也好歹谈了3年了，你也快30了，你们考虑过未来吗？那肯定考虑过呀，因为我们毕竟都处了3年嘛。人俗话说得好，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那我们肯定得谈结婚呀。你看看我刚才不说了吗？通过 KTV 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敷衍我。通过那个跟我朋友出去玩啊，对吧？他不信任我。那你说现在通过结婚这个事儿，我又觉得他没有个主见，没有个主张。啥意思啊？就是我跟他一谈结婚，还是刚才那出呗。哦，你跟他提过结婚的事儿？提过呀，那我俩都处了3年了，那肯定就想你咋说的呀？结婚去吗？我也想过这事儿啊，但是他喜欢在北京嘛，在燕郊这边嘛，我感觉这边生活压力比较大嘛，因为家里最多拿着钱付个首付，然后剩下也就我们自己还贷款啥的。但是他这个人就平常喜欢玩嘛，他的工资一般都花在玩上，他属于月光族那种。
但是我也剩不下多少钱呀。我虽然说能剩下一些，但是还了房贷之后也没什么钱，两人在这边没法生活呀。其实我想过结婚这个事儿，就是感觉，在这边这是结不结婚的事儿吗？这就是态度问题。我都没听明白，姑娘，你是想结婚吗？还是不想结婚呢？就是结不结婚，对吧？你得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出来，对吧？你的态度呢？我的态度就是都可以呀，就是你能租房结婚吗？我不能租房结婚，所以我现在重点不是结不结婚的问题，对不对？那是啥问题？是他的态度问题。我不能天天求着他，就说啊，你对咱俩未来是怎么想的啊？你快求求你了，你快告诉我吧，我对咱俩对未来规划是怎么样的呀？你说说有规划不？对呀，目前的规划就是在这边好好发展嘛，因为这边要买房要啥的话。还得需要等个1年几年的，需要1年几年是几年？3年2年，咱也可以。咋就可以？算可以？就是努力啊，努力，然后争取把这个目标实现。就是一定要有了首付的钱，在北京买房子，首付的钱才能谈结婚，是吧？对啊。那如果凑不够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有其他用钱的地方呢？是不是那就不结婚是吧？暂时不结，然后啥时候钱够了或者能达到一定生活条件，能达到一定基础，然后结婚。小伙子，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你怕你没钱的情况下他不嫁给你？然后我就怕，不是怕他不嫁给我，怕没钱的情况下生活的质量不好，然后会吵架，会干仗，会怎么样？姑娘，你要结婚，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房子得有，彩礼得有。在哪儿有？在哪儿？对，我觉得北京燕郊都行吧。你要多大的房啊？2室1厅的就行。那燕郊不贵啊。对呀。所以姑娘是在燕郊有个房，就是我们有个小窝就行。对。不一定非得在北京，是吧？不一定非得在北京。但以你对他了解，这燕郊房的首付，他多长时间能凑出来呀？3、5年吧。房子就是态度是吗？对呀，我们俩不能天天租房子去住吧，对吧？那他现在拿不出态度，按照你这个逻辑，不就能理解了吗？那就等3、5年呗，对吧？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姑娘？直接说出来。我的诉求就是说吧，他现在就是对我腻了，就是之前对我百依百顺，现在就是嫌我作，嫌我能闹。那我之前就是这样的呀。如果他觉得就是很累了，熬不动了，你怎么办？他也改不了了，回不去了，分手。真的？真的。男生，你有诉求吗？今天来，我就想感觉他就可以改一下，不那么任性，或者能就是听话一些。他说不改啊，你怎么办？他说不改，那就像他说的，那就没准就分手吧。所以你俩其实今天来就动了分手的心思了？没有，没有，还是动着想好一下的心思。那谁都不愿意改，这咋好呢？那我可以退一步吗？哎呀，所以就是他在闹，你在笑吗？毕竟我是男的嘛。行吧，来听听我们这对小情侣对哥哥姐姐有什么观点吗？你们？我觉得男生你不能说追这个女生的时候，你觉得她可爱，觉得她漂亮，那你认识时间久了之后，追到手了，你就觉得女生作，这肯定是不对的吧？对呀，我也觉得呀。我就听他们说，男生呢？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作，我要是她男朋友，我一天都不给她过，我立马给她分手。你女朋友作吗？作。那你惯着吗？一点点。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女孩子，你不是在找一个男朋友去疼你，你是要让他宠你，宠你去满足你所有对这个世界当中你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的那种幻想。他如果不喜欢你，他如果不宠着你，你绝对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你但凡换一个男朋友，他不惯你这身毛病，那不惯我就分手呗。对呀，有多少人会一直惯着你？这个世界上有谁会没底线一辈子对你好？只有爸爸。所以为什么说爱情当中两个人是要学会相互有妥协？姑娘，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在这里，你只是动了一个说我想要结婚，我跟你要个态度的心思。今年你多大？25。你等他3年，你会1年比1年焦灼，他会1年比1年有主动权。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美好也会有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闪亮的时候吗？所以经营一段关系，如果你想奔着长久去，你就一定要学会你怎么会在意他的感受。我就这样啊，我不改呀，他爱走他走呗，说的好轻松啊。他真走了，你会像现在这样这么淡定吗？再也没有人这么宠着你了，你的骄傲放哪儿？你今天之所以可以在这舞台上这样表现出你自己的傲慢，就是因为他在那里一直在容忍着你做这些事儿。
你天天这么熬着他，一点都不让他休息，所有的事情都得像围绕着一个太阳一样，不停地围着你转。慢慢的，他把他消耗掉了之后，你照顾他，你有反过来去照顾他的能力吗？他爸爸妈妈把他交给你，放心吗？小伙子，我觉得有一点啊，他这样是你惯出来的。你要有惯着他的这种想法，你就要有惯得了他的底气。如果你没有这个底气，你就别在那里给他画大饼，好吗？什么3年5年，他想现在就跟着你走，结果你说我不在意，我觉得不能，他就算跟我走，我没有房子，生活质量降低了，我也不行。你这是画饼呢，你给他画还是给你画呢？做不到的事儿，别打肿了脸充胖子，行吗？可以。女士表面看起来幼稚、轻狂、作，包括说的这个冲动，其实这是表象。这位女士非常冷静，非常有主见，而且非常现实。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她是果断而坚决。男士吧，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首先你这个经常的查岗呀、看手机啊，这一点你肯定做的还是不对，涉嫌了侵犯了他这个隐私。但是这个隐私呢，和我们通常隐私不一样，为什么呢？情侣之间的隐私它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但是即使这样，你这样频繁的查，他会不舒服，会影响你们俩之间的信任，从而会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女士一直说她要找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想得到宠爱，找哥哥甚至找大叔。其实女士你忽略了一点，大哥哥可以宠你，可以爱你，可以对你这种宽容，但是一定要有度。你这种状态的调整，你现在还处于恋爱期，婚姻中那个和恋爱完全不一样，那真的要讲究平等，讲究包容，讲究尊重。你们如果说谁都改变不了谁，我建议你们啊，之间找一个双方都舒适的交集区，这样或许你们将来还会走得更远、更长、更久。对，其实老师说的也没毛病，因为什么嘛？你看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解决矛盾。如果要是直接分手的话，肯定就直接分手，可能就不会来这儿了。可能就是想往以后更长远的发展嘛，看看两个人都怎么。这正是我要说你的。对，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分手，不管是真还是假，你这个事说多了之后，确实会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受。我建议你们彼此珍惜之间的感情和经历。谢谢任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任律。你有法律问题或者困惑的话，都可以向他咨询。女生，我告诉你个真相啊，他不会娶你的。你别笑，这是真相。他不跟你分手是真的，因为他也贪恋你的美貌、你的可爱、你的古灵精怪，你在他一成不变生活当中掀起的那抹亮色，但他不会娶一抹亮色回家的。如果说你要求在北京买一个房子才能结婚，那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真话，那我得凑，我这买不起，娶不上。如果你说在燕郊，我觉得以你们两个都在工作，双方父母如果帮衬一下，首付是可以凑得到。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凑，他知道自己在20啷当岁的年龄遇到这样一个古灵精怪可爱的女孩，我可以在这个年龄段因为年轻和她闹一场作一场，我竭尽所能的爱一场。但是所有的爱都有结果吗？他心里门儿清，他要的生活不是熬鹰，是我们夫妻2人10点多睡觉，好好工作攒钱买房养娃孝顺父母。他心里知道你不是，其实很渴望有一个家，安稳的家，一个安稳的男人像他一样。那拜托你也做出一份安稳的样子啊！想要什么你沉静下来去做。我想要一个好老公，爱我的稳定的，那咱们也做一个稳定的爱老公的女孩子，你才能收获一段稳定的爱情和婚姻啊。男生，你虽然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你要再实诚一点，你别把小姑娘闪了，你要告诉她你要的老婆是什么样。对呀，我之前也问他了呀，我说我都告诉你他要的什么老婆了，你没听懂吗？听懂没有？我说的是不是你要的老婆？对，是。他是不是这样的老婆？目前不是。听懂了没？我听懂了呀，但之前我问他了呀，不说了，别问之前。今天我告诉你了，方案就是你想做他老婆就变成那个样子，你说我变不成那个样子就不做他老婆，你俩享受完一段爱情，拜拜就好。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严老师的感受是一致的，这男生不会想娶你。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也不会想娶你。
我相信这位女士她在生活中应该追你的人应该挺多的。我相信可能有10个人追你，可能有9个半是不想娶你的，因为没有人会想娶这样的老婆。而且我觉得从你的一言一行给我的感受，你的原生家庭应该没有就是很富足，或者给你很多爱，否则你不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你因为自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颜值，所以你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平凡，这中间就是在缺失和这种骄傲中间你很拧巴，所以你就想成为别人眼里的一个公主。还有就是你要这个要那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谁会想娶一个像你这样月光族的女士，天天就想玩到2点钟，天天不归家，这个也是理所当然，那个也是理所当然。你想找一个比你大的，然后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你还想要去欺负他，这是一个结婚的状态吗？没有人会想娶这样的一个女人回家。我就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独生女，我家就我自己一个人，我爸妈对我平时也宠着，我要是出去找对象，上婆家或哪儿，肯定也都得宠着我嘛，对吧？你爸妈可以宠你，凭什么别人要宠你啊？别人要宠你啊！那要是自己以后老公都不宠着，那你宠他吗？人家也是独生子女呀，人家在家里是爸妈宠的呀。你这听不懂，你就活该哭。爱是相互给予的，不是像你刚才那个态度，没有人会永远这样的，没有人是活该的。你也就占着你现在这几年青春正好，能有那么一点点颜值，就这样了。你自己想得明白这件事儿，你就想明白；想不明白就拉倒。姑娘，先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严老师和白老师说他不可能娶你的时候你会笑？现在又笑了。对，为什么？我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会娶我。对。你为什么在就会娶你前面要加应该？因为毕竟，他心里想的什么是他心里想的，我只是说我自己的预测，我不能那么肯定。所以，因为我不是他。是的。所以你一直没有把握，所以你在用你的作精附体、自我为中心、沟通摆烂来测试这份真爱，他是不是真的想娶你？很怀疑。男生现在能不能坦诚地说，会娶这个女孩吗？应该会，应该会，又一个应该，他也没有把握。其实我看到你全场的这种表现，我其实挺心疼你的。我如果是你男朋友，我绝不会让你刚才去朗诵这首诗，我绝不会让你当众去唱那首歌。在你们这段情感当中，我分明是看到男生的2个字：敷衍。敷衍有些时候比背叛出轨更伤人心。你别看他从北京到燕郊花了2个多小时的那个时间，因为那时间对他来说是不值钱的。对，但他偏偏没有做到，在你11点要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没有让自己的父母说：“哎，一会儿11点我的女朋友要来，不能去，一定得等。”为什么我特地问这个细节？是什么时间来？有没有说好了？说好。为什么？你懂吗，女生？你要找的不是一个比你岁数大的人，你要找的是一个可以欣赏你的美的人。你不应该如此，或者说这段感情让你变成这个样子，那这段感情它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好吧，你们2个思考一下老师说的话，坐下先休息一下，我们听听这对比你们年轻一点的小两口他们的事儿。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崔先生，27岁，来自河南；推广营销专员张女士，24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结婚半年了，没有一点新婚夫妻的甜蜜，天天搞得像仇人一样。我犯过一些错，但也受不了他这样天天的翻旧账。我们这个婚结得特别糊弄，彩礼、婚礼、婚房，他没有一样按照他承诺的兑现给我。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他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我们俩条件差距有点大，他体会不了我的不容易，又嫌我经济上不能满足他，还不让我出差挣钱。我受不了他总忽悠我，做不到的事情还总许诺，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我他办不了。我希望他像个男人一样说话算数。
哎呦，听起来这个因为结婚本身就矛盾很多哈。对，这男生还上来就说什么来着？我犯了错。这个得从我们结婚之前开始说，因为我们结婚当时沟通的话是，就是彩礼嘛，彩礼的话是18万，我们家就给了10万块钱彩礼。那个状况呢是，我爸之前生病了嘛，然后心脏动手术花了大概20多万，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去给他那么多彩礼。后来的话，他就一直在说，这个当时彩礼没给够，但是我也跟他承诺了，说是我后期的话，无论用什么方式，我把这个彩礼，无论挣钱或者别的方式，我把彩礼给你补。但是一直的话那你现在这样说，是你说的真是这样的问题吗？我在乎的是那几万块钱吗？啊，所以他做的错事不是这件事儿。对，不是因为这件事。那哪件事做错了？除了这个彩礼以外的话，因为一般结婚是在酒店办嘛，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们结婚必须在酒店办，你去你们那边找一个酒店，然后呢，我们去置办场婚礼。但是他说完这个话之后，我们就，赶紧去看酒店呀。去了之后的话，发现就我们县城里面最便宜的酒店的话，光那个场地费都得2、3万嘛。然后当时就给他说，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留作以后结婚呢，或者是以后花销去用。然后我们这个婚礼的话，就在家里面去办，也是按我们那边最高标准。关键是老师他当时是对着我们双方父母都同意了，临近结婚了，他又觉得这个价钱比较贵，他要在村里办，但他后面给我解释了，我说可以也行。关键是他到最后他又出幺蛾子了呀。之前答应我们家的，说到时候结婚当天来28辆婚车，关键是到最后他只来了18辆。婚车之前商量事的时候，然后说的，但是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快到结婚的临近2、3天、3、4天的话，不是再沟通一下所有的结婚事宜吗？他说那边因为来不了那么多人，然后我们就觉得28辆婚车，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辆婚车大概700、800块钱嘛，就是28辆婚车的话多花了差不多快1万块钱，然后就觉得特别浪费嘛，然后说的话把这个28辆变成18辆，省下来这18000块钱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去用的话，也比放在那个婚车上要合适嘛。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结婚当天一天耷拉个脸，也不笑也不吭气儿。我也同意了，说那你就在村里面办，但是他答应好的，说家里面办的也很好嘛，就在酒店布置的差不多。关键是跟他对我许诺的有点差别，有点太大了，我觉得，因为老师那一天就有点下雨，他说的是在酒店办的差不多，就是空间大一点，然后两边有坐的地方，但是我一下车就看到说，那总共就1、2米的一个地方，穿的婚纱又比较大，又站不下，我还有我们家的亲戚，旁边就是大马路，一直在过车，那我肯定就会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觉得跟他给我许诺的差别有一点点太大了。关于婚礼啊，我们听懂了。那这个还有其他的，你们房呀什么的生活，这都怎么安排的？然后房子的话，他们家刚开始说要买房子，但是我爸他们的思想就是说盖到家里面嘛，然后盖了个房子，因为那个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为了我们结婚去准备，包括装修呀，包括是家具。他就过去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好，就要求把所有的装修、所有的家具全部扔掉，全部装修全部砸掉，全部重新装。之前说的是为我买房一样，不是你说的好，我们结婚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以让2个人居住，有自己的彼此空间嘛。后面就觉得经济不太好，那就不买房，就在家里面住。以后有条件了，我们2个可以自己奋斗，自己买房。他说的是刚装修，但是那个房子已经装修了4、5年了，中间还一直在住。我就想换一套新的家具，但因为那个家具一换的话也得好几万，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嘛，然后把那个我的天呀，那你还带我去看你家看什么呀？但那个房子的话，那个家具也不是说一直在用，就是刚开始就是没用多长时间。家具是用了4、5年了吗？已经买了4、5年了嘛。对呀。所以就不是新房，对，已经不是新房了。而且刚开始说好的是我们俩结婚之后有自己的小屋，自己单独去居住。后面他就说，那咱们就不买了。我也行，好，那就不买了。结了婚之后要住在他家，然后说的好听，说让我带回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改嘛。然后我就说，那咱们买一套家具，然后能够住得舒服一点。他当时就是特别好，就说那我答应你，立马就买。关键我结了婚当天过去就发现怎么就一点都没有动，那你说让谁能开得心的起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就一直在生气嘛。就我们结完婚之后，他就立马得搬出去住。后来的话，我们结完婚之后真搬出去住了。然后因为我们家的话是弟兄仨，我最小，但是我是第一个结婚的。你像在农村3个孩子的话就没有结婚，村里边就一直在说闲话嘛。再加上我们结完婚之后的话，我俩又搬出去住了，就更在后面的话就是说3道4的。我这边刚结婚，对你家什么都不熟悉，就立马要搬到你们家，跟你父母、跟你哥哥一起住，那我能觉得方便吗？那我肯定觉得有点别扭，后来的话，这个事情的话，有点不方便。我也去弥补了，然后在我们结完之后的话，
我就买了个车嘛，我们俩可以共同去用嘛。19万的车，我光贷款背了8万块钱。不是买车是你想买还是他想买？是我们两个之前说好的，说想要有一辆车，但是因为结婚前也没买嘛。如果这个房子里边换了新的家具，你会去住吗？我也会去住，因为我主要在意的点是因为他很多事情堆积在一起，他没有一件事情说是提前答应好了之后后面能有办到的。我就觉得他一直在忽悠我，让我忽悠着跟他结婚。哎，你们俩谈了多长时间恋爱结的婚我们俩谈了3年，认识都认识了7年了。不短的呀，你应该很了解他的品性啊。对，我为什么跟他结婚，就是因为我们俩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对我都挺好的，而且这些事情是我们在谈恋爱之前都已经说好了，甚至我没有再跟他谈恋爱，他在追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说我如果说我们两个能够长久的话，我也不是随便跟你谈，然后我就把这些条件呀，包括这些我们结婚之后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就告诉他，他一口都答应了。我爸那个事情的话，他出的比较突然，谁也料想不到，那不能因为一个结婚的话就不管他的。所以我也考虑你了呀，我没有为你考虑吗？所有的情况。那你跟我说我也有答应了，但你不能一直这样呀。那你后面跟你生气，你不还是又有说有欺骗我的情况出现，我才会跟你生气吗？你看老师，我们后来从家里不是搬到郑州那边了，然后想着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去挣钱嘛，去挣钱，然后实现我之前对他的一个承诺。我就在郑州找了一个可以收入更高一点，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偶尔得出差，然后我一出差他就生气，我一出差他就生气，一出差他就生气。对呀，谁家新婚结了婚之后，这边还没有怎么样呢，你就直接就出差1、2个月都联系不上，一出差1个月不回来。出啥差要1个月不回来呀？我们就是做那个教育推广，想挣得更多，你肯定是就一直在工作嘛。而且中间的话，要是自己回来的话，什么差旅啊什么都不报销嘛。有一次到家里面燃气就没有热水了嘛，没有热水的话跟我说啊，这燃气为什么没有热水？你就得回来给我看看燃气为什么。那明明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没有热水了，我给你个交费软件，你可以在那个小程序。那你不会好好跟我说吗？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不耐烦，你就烦，你就嫌我给你打电话烦你了。然后我跟他说的话，你就在小程序交一下，看看是不是没有钱了，或者是我打电话让房东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哪个燃气表啥坏了，让他给你重新弄一下。他就不行，必须你得回来，你得回来。然后还有一次的话，那家里门锁坏了，一直给我打电话，又是一样啊，你回来。然后那1个月。我从青岛来回来4趟，那我自己嘛，我飞机高铁又不舍得坐，然后就坐火车硬坐回来，1趟15个小时。然后他就一点也不关心你累不累，吃的好不好，休没休息好，你就得回来在我面前。女士现在做什么工作？之前是在开美容院，后面结了婚之后那个就不做了嘛，然后不做了之后，我现在就在转型，然后去学化妆，有时候自己接一些单。才结婚。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对，就已经好像每件事情都达不成一致。对，确实是。然后那工作还丢了，为什么？因为你1个月回来4趟，你这一趟回来个2、3天，那基本上的话有大半个月那都不在那嘛，不在那之后，之前人家公司跟你对接的客户呀，你全部都得推掉，人家还得重新派个人过去嘛。然后呢？那人家老板呢肯定也不愿意，后来工作就没了。没了之后到现在，我在郑州找了一个能陪他的，但是收入少了，收入少了。因为我一直在郑州嘛，然后难免呢会出去跟朋友喝酒呀，聊聊天。那有一次的话，我们正喝酒呢，一下把我酒杯就给我摔了，在朋友面前都很丢脸嘛。然后把他拉到一边之后的话，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那下次以后喝酒的话，那肯定不能带你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给他说完之后的话，就生气了。回家就生气，一下冷战了10来天。自从这个冷战之后，他还这么喝酒吗？对，还带你吗？不带了。就是我们冷战这10来天，就有一次我就觉得实在是无聊没意思了，然后就一直也不说话，就心里很闷。然后我就出去跟我朋友喝酒，然后那次那冷战着我也没叫他们，没叫他之后的话。那回来就给我一耳刮子，因为那天他出去喝酒，然后从早上出去了，到12点才回来，中间跟他打电话一直都联系不上人，那我不担心他吗？我就放那也没看见嘛，我看见我就给他回了。咱俩结婚了，你得知道家里有个人在等着你吧。我出去的时候我给他报备过，我说我出去了。对，他就出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出去了，然后就一直联系不上，压到12点，那我就特别着急嘛，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下，但我第2天就跟他道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我不对。还有的话就是到后面你看。因为我们家钱不是都在他手里嘛，就觉得就我们稍微存点钱，就该省的地方省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以后去用嘛，对不对？然后他爸妈做生意的嘛，从小就是那种花钱大手大脚的，也花惯了。他想吃啥就立马去吃，想喝啥就立马去喝，也不管这个钱是就花到什么程度，或者是省一点也不管，啥都不管。然后有一次的话，我们就逛街，抬头就看见一家火锅店。
就比较贵的。那我逛街逛累了，我想吃个饭怎么了？那没让你不吃呀。然后我就说着我在美团看一下，找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他就不愿意，非得就去这家吃，非得就去这家吃。然后还要买衣服，那吃饭不就是饿了就要吃饭吗？他到店里面看到一件衣服就好几百，然后1800块钱就要非得买。买了之后我说你这个衣服的话，我给你拍张照片，在网上找一个同款，又不是不买，他就不愿意，非得说啊，那我就必须要买，不知道吃钱，我就必须要买，必须要买。他之前嘴上说的好听，说那我之前犯错了，以后我挣的钱都交给你保管。对呀，我就交给你保管，我们是不是？他也不让我花呀，出去逛街，那逛累了，那不就想吃个火锅，吃个饭嘛？他拉着你说你先别吃，你先别吃，这家比较贵，我给你找家便宜的。那我又不是说花很大很大的钱，那女生，那我本身女生，我就想要吃一点好吃的。那出去逛街看见那个好看的衣服就想买，那可能那个衣服那几百块钱，那我就想买一件嘛。他说啊，你先别买，你先别买，我给你找一个便宜的，那特别扫兴。你俩就这样每天在一起，这新婚还有啥乐趣啊？要不就翻旧账，要不就眼前的事儿过不去。对，本来这一次来的话，就是想让老师帮我们去处理一下，然后说一下，因为。这让我们处理啥呢？你这结婚没有兑现承诺已经发生了，咋处理啊？那你这喝酒挨了一巴掌也发生了，咋处理啊？你这个就花钱就是喜欢货比三家捡便宜的，他就想任性一点、自由一点，这咋处理啊？那就该谁的错谁改嘛，然后也不想这家里边有明确谁对谁错吗？那反正每天都是这样。对啊，我想说的就是眼下这个状态，你俩唇枪舌剑的，谁也不让谁，机关枪一样扫射对方。这日子过得不糟心吗？糟心。行吧，来问问小情侣，这还敢结婚吗？反正我挺能共情女生的，我就觉得吧，我俩年纪差不多，想法也差不多。那你说你答应的事儿了，那人家男方不是遇到很多事了吗？要不遇到很多事，所有东西不你就像说的，是人家出差那个事儿，我是没有钱，我是如果有钱我就给他，不是说是我有钱不给的话，我不是说姑娘，来，等一下，姑娘，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那是态度问题。就是这个男生承诺没有兑现，但是兑现了一部分，没有全部兑现。你的男朋友是不给你承诺的，你要掂量掂量，行吧？咱们听听老师们的这个观点吧。男人有时候让女人受伤害啊，不一定是背叛。而是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他的失望不是一次，是连续的。我承认你遇到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困境，但是你不能说你大的失望也给他，小的计较也给他，没有任何让他觉得你是在尝试去修补。让一个女孩子，她是从一个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环境当中走出来的，让他能够心甘情愿地在结婚之后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你值得。这有一个大前提啊，就是你知道你娶了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吗？知道。恋爱脑，但凡换个女孩子，你一再的临阵变卦这个事情，他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他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儿。你还要去指责他，你就不能笑一笑吗？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我觉得我把这个问题抛在这儿给你，你自己觉得你舒服吗？你做了一次让他失望的事，你要做20件让他觉得幸福的小事，来让他觉得才能够被填平那个失望。你先算一算你做了多少失望的事儿，你再算一算你到底要做多少件积极的事儿。你不要在这里说我1个月飞回来4次，我拿出了我的人生这么大的代价去陪伴你，去对你好，你那是在做修补。既然是你主动愿意去修补的，就不要反过头来再指责他，说是你必须让我回来的。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这么算计，这样一直算计下去，他什么希望都看不到。听了2位的陈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我问一下女士啊，你是兄弟姐妹几个？独生女吧？没有，我是兄妹姐妹3个，然后下面一个弟弟，上面一个姐姐。也是多子女家庭。对，多子女家庭。那个男士呢，是父母是农民是吧？是农村。对，工人。你的父母是做生意的是吧？对。我想了想，可能你们的问题啊，和你们的生长的家庭有关。因为我呢，也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花钱就是很仔细。本来说家里今天要吃牛肉，其实觉得咸菜也能凑合，而且呢，就是这种想法还得要求对方这么去做，这个不是错啊。就是你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你上面还2个哥哥呢，等着娶媳妇呢。
对对对，对吧？家里面相对比来说比较困难，但你看你这个女士虽然是多子女家庭，但家庭相对来说比较优渥一些。对他家条件会好，条件好一些吧，对吧？所以他的消费，包括他对你的标准和要求，就会高一点。同样也没有对错，所以你们俩的这个病根在哪呢？就是这个成长环境影响了你们的消费理念、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包括你们沟通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现在还有一些剩余的感情和爱情在里面。但是你们现在不改变，将来再吵的话，你们的感情、爱情、信任会逐渐的减弱，有的时候就会影响你们的婚姻，就会破裂。我建议你们啊，沟通的时候啊，不要同时说话，就是你再有理，你得学会倾听，你得让自己冷静下来。其实我刚才在想啥呢？其实我刚才想，你们倒不如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下，彼此给自己一点考验期、冷静期，但时间不要太长。这个爱情啊，它不是瞬间的烟花，它需要这个细水长流的共同智慧、共同成长、共同改变。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俩双方都改变吧，都调整吧，好吧？好的，谢谢。否则你们将来会出大问题。好，谢谢任律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任律师。如果你有法律问题和困惑的话，可以向他咨询。哎呀，说实话，你们两个，一个是看清真相之后的失望，一个是目的达到之后的不装。我其实挺不喜欢你们的婚姻状态的。就男生，你是张口就来。能不能做到的，先把饼画出去，先把姑娘骗进门，你就没有一句真心话跟她说这个婚礼怎么办？我觉得你真的挺冷漠自私的，你毫不顾及姑娘的感受。她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想要一个体面一点的婚礼，你因为她善良，就一再的把那个底线给她降到低再低，低到直接把她踩在地上摩擦，给你挂脸就不错了，婚礼上。换成别的姑娘，可能就摘了婚纱走了，这婚不结了。我觉得他根本不是要你多少彩礼，要你多大房子、多好的家具，要多么排场的酒店，他就是要你一颗真心，一个承诺，一个诚信可以兑现、可以依靠、可以将来彼此信任的丈夫。你拿什么让他信任啊？婚姻这么重大一个结婚的事情，桩桩件件，说难听点你都骗了他。说好听点，你不守承诺，你说他还能开心起来吗？我觉得你们的婚姻真的是开了个特别不好的头，原因在于你的冷漠和自私。女生，我觉得你啊，你就活该被人骗，你是个毫无底线、毫无边界的人，就是怎么欺负你，或者是不跟你讲实话，你没有后果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有边界的女生，她第一件事情上彩礼就跟我打了马虎眼，没有兑现，这婚我不结了。拿出态度来呀！你跟我没有兑现承诺，你是有后果的，我不结了。婚姻也是需要有规则的，没有规则的婚姻，成不了方圆，走不了长远。所以这就是眼下的现状啊！他反正娶到你了也不装了，我就自私，我就这样，啊，我的这个祖祖辈辈的观念就是这样。你看你受得了不？受不了咋办？我的建议啊，把关注点从他身上拿走，好好去做你的美妆、你的化妆的事业，让自己更具光彩。咱想住好房子自己买，咱想换新家具自己备。他这个人他很认钱的，真的有一天你拥有了比他还多的能力的时候，他一样会乖乖的听话。这可能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缺点，但也不全是。他是想把日子过得给自己的兄弟3个在村里长脸的，他是喜欢风光的。这位男士，你知道从人生大事上来说，对于女生有多重要吗？你觉得你骗了他吗？有一些啊，行，可以了。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位女生的时候，你说她这样的女生，我一天都忍受不了。你是很知道自己想找一个踏实、老实、不作的女生。乖的女生，单纯的女生，但你并不单纯，你在人生大事上就骗了她，
而且你在婚房上你又骗了他。你可以说这个女生嫁给你，她没有享受到，就吃一顿火锅也成了一个，就是被你要求的事情。我觉得她应该以后的生活会挺辛苦的，嫁给你之后，你可以说从她嫁到你家来，你做到了事事无回应，每一件事情你都无一例外的让这位女生失望了，然而她都忍了。我想对这位女生说，你千万不要指望她，真的，一个人极度的在意这个金钱，其实他是挺自卑的，而且他是不能够指望他是经不住考验的。当你好的时候，你放心，他会对你好的，他会很听话的，因为他是爱钱的。我听到你们俩在讲述哈，我就2个字儿，怎么一直在打折呢？啊，还真是一直在打折。就如果一些费用我们打折，可能是我们不浪费节俭，但如果你的承诺总是在打折的话，就会伤害感情。女生过于轻信了，一个婚房，然后里面的家具不是突然一天变出来的。你要想要新家具，你就去看，去了解你准备了没有。婚礼现场不是到了之后傻眼，而是你要参与其中，你要去策划，因为那是你的事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计算，好像是面上看我们要会过日子，但实际上在计算着我的付出到底值还是不值。我觉得你的生活都在走下坡路，你能看到希望吗？我们穷没有错，但我们穷装阔就有错了。你明明给不了这个女生她想要的那个样子的生活，那我们干嘛要采取不光彩的方式去得到它呢？你承诺了，但你的承诺都是空心的。你觉得这么一个条件比你好的女生能够随你的愿，能够接受你的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原因何在？是她因为还对你有希望，但一旦希望成为了泡影的话，她还给你这个机会吗？如果这是一份合同的话，那任律师一定这边会说他是一个欺诈犯。他肯定是违约了。违约之后的后果是什么？要承担违约责任嘛。责任是什么？责任的形式很多呀，赔偿损失呀，赔礼道歉呀，停止损害呀。所以啊，现在女生手里拿着这些筹码，一旦她有一天意识到说这个合同你没有履约，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约，她就会走了，她会撕毁这份合同了。听懂没有？你的时间不多了。好好思考一下吧，好吧，毕竟是新婚夫妻，还需要磨合。好，我们请4位都回到我们的转门后，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好了，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对吧，他们作何选择呢？来，3、2、1，请开门。我们能接受你俩出来，因为还在甜蜜的恋爱。至于婚姻之路，那是道阻且长，你们得好好磨练，好不好？好。那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这女孩还是有魅力的啊！哎呦，哎呀，好了，哎呀，回家再亲再抱吧。哎呦，这看到了，你们真的是有爱，但是爱情和婚姻真的是2件事。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是婚姻还需要很多很多。加油成长吧，好吗，2位？好的。啊，哎，老师们有什么叮嘱的吗？就是你还这样玩吗？我也可以改。哎，那就好，继续努力吧。谢谢各位老师。再见。接下来看看我们这新婚夫妻的选择，来，请开门。出来也没个笑脸儿。我想着以后的话，在能多陪他的时候的话，然后多挣些钱，全部交给他，然后来弥补我之前犯下的一些错。
你反正承认错误的态度总是一直在。女生呢，出来想明白个啥？因为我们也是刚结婚嘛，还是想把日子好好的过一下。这假想话都说出来了啊！男生其实女生要求你不是多给他花钱，有些满足他心意的事情不需要钱的。就是要多换位思考，去感同身受的体会他的对你的需要，好吧？因为这个女生其实很质朴，她如果真的很爱钱的话，她不会找你的。她怎么会找你呢？对。在你第一次打折的时候，人转身就走了。其实挺好的女生，也挺想把日子过好的男生，只是在新婚的初期还没有找到更彼此相爱、不那么自我自私的更好的方法哈，也是需要加油努力，好吧？女生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是我想跟你说。是的，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来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吧。新婚夫妻少争吵，少分离，多点抱抱亲亲，举高高，是不是？一切都刚开始，好吧？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老师，再见。谢谢老师。好，来这边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有情感困惑，想要来到我们节目的舞台上啊，有一个方法可以报名，就是直接在我们的爱情保卫战抖音的官方账号私信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是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有一位女士网友提问：我现在正准备和丈夫离婚，那么我能查他的银行流水吗？在未经丈夫同意的情况下，这位女士不能直接查询丈夫的银行流水，因为根据民法典和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银行有义务保护客户的个人隐私，除非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否则银行不得向第三方，包括配偶在内进行泄露。但是，如果进入到了离婚诉讼程序，这位女士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就会出具调查令，或者直接向银行调取您丈夫的银行流水。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还有我们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期爱思保卫战再见。